That's what a friend should be. 我读给你听。你读给我听，读，我先看看你读的怎么样。我看到这儿，读吧。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了，痛歉自责一番。对于夫妻恩爱要求，对，夫妻恩愛啊，把精力、腦筋耗盡，对，認知對，加減乘除的乘。加減乘除啊，對，如種樹然，如種樹然，如意丁然，燈，高油接近玉境。哇，原来我的阅读能力这么慢。我被你读的有点困。哇，哎，他们开始做瑜伽了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哎，那我们也来学一学。你可以走啊，我们来一个全身拉筋呗。来吧。右脚向前，来到左手的外侧，哇，那怎么做到的？右脚往前推。哦，左手打开。吸气，胸腔抬高向上，左手向上抬高。十指互扣，翻着两侧拉。吸气，右边，闭眼睛看天花板。好。下巴给我抬起来，一抬，让你看看我厉害，一抬抬。靠着什么？右手放在身后，右手吸气，手臂抬高。哇哦，啊！你在干嘛？推不上去。好，不要紧，抬起来就好。佳琪的腿真的好长。好。两位长腿的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腿不长啊，我腿不长啊。合适吗？哎，你敢进去踹我，你合适吗？他在给我化妆化成这样啊！看一下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好看什么啊？佳儿，你赶紧去吃早餐。哦 ，OK。把所有的菜都收了。不用，就那个中间那些熟了的，那比如说这个辣椒。哦，不要，我还是不要辣椒，哥。我做这个呗。这个直接拔掉就可以。对，直接拔。佳儿，嗨你会多种语言吧？我还可以啊。但我没想到他会说上海话，还说那么好。没有，就这样，因为我外婆嘛。什么呀？你昨天跟你妈妈打电话说那上海话说多好啊！其实上海话是你的母语，妈妈的语言嘛。啊，应该是，但是还有一点洋泾浜。眼睛板对。哥，哎，我覺得會咁樣嘅。没呀，你俩不要说上海话好不好？我听不懂。我们就不想让大齐知道的就说上海话啊。果然是开始说我坏话。这样你就吃了一个香肠，别的没吃啊？那没事，我可以了。或者我给你包几个馄饨，上海馄饨好吧？啊，可以呀。要有鸡还是要煮的？啥么子也可以。侬还是好商量。好商量。真的，你们俩如果再说上海话的话，我都快听懂了。东方卫视播出，我们怎么不能说上海话？我都已经快听懂了。我其实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蜘蛛呢。你看你听得懂啥？这么大个人怕蜘蛛？我其他都不怕，我只怕蜘蛛而已。我一定要抓一个蜘蛛放你床上。别，军哥！别，我也在床上。我要放2个在你们床上。不要，会炸的。我直接，军哥你就看着我，就是100米俩脚印儿，真的。为了，我就直接飞了。大齐突然之间打破全国纪录，对，就是因为看到一只蜘蛛在他床上，而且还打破短跑纪录。我可以了。哎，这够我们吃的了。去哪儿？我们俩骑车。来不来？走，我们俩骑车过去。
军哥，我们去骑车去了啊。好，走。姐，你这里面装了什么了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纸啊，包里的纸。这擦汗也是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给你擦汗用的呀。这也是啊。Hello， 你看我给他化的妆，可以啊。对不对？他给我画的。嘉尔让我把你画成熊猫。哎，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我刚才找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说你没有眉毛吗？我感觉他完全是往我眼睛上压，我特别不信任他。干嘛了？他掉链子了。这个卡住了，需要根棍儿。这是彻底卡住了。太粗了，需要一个铁棍儿。可以了吗？没有，他那个车卡住了。对他那个卡得特别紧。你小心啊，很脏。你不要，你看，很脏。哎，还有这个纸，装包的纸，这是装包的。好，hold on。这是新包啊！漂亮。Yes。他拿那个。谁弄的？你怎么弄的？哇，赞！嘉尔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快，我来给你们拍张照吧。好啊。vivo X20逆光拍好清晰，1、2，耶！逆光也清晰。照亮你的美。哇 vivo X20全面屏手机拍的照片真的好漂亮，逆光拍照效果也这么好，完全不用 P。对呀，手机厉害，拍的人也美。那我们走吧，接着往前走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嘉尔，我来啦！山间爱情故事，接住。你喜欢去旅行吗？我当然喜欢旅行了，我哪有时间去啊？我真的这2年连每一天几乎都在工作，就是快累死了。是吧？你能理解吗？你其实不用这么辛苦。明年不想那么辛苦了。姐，你有剪刀吗？我有菜刀。我教你一个很 street 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这个裤子都是我自己剪的。哦，刚才是吗？呀，可以帮我。啊！但你晚上就会冷了。Look at this！ 哇哦，姐，看到了吗？哎，等会儿，这好像有点短，看一下姐。可以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就叫背心啊。还可以吗？这个还可以用。可以啊，对。这可以当袖套。 No， 放在头上 ，like this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好性感。你要剪的话，我都可以帮你剪。OK， 拜姐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游泳，我们游完再吃。你要游完了泳再吃啊？因为客人他们想游泳，不是他们想看我们游泳。哦，对，那比较 make。这个很赞，你这个解释的很赞。嘉尔，游一个。
来，这我们自己吃的。哇，谢谢。爱你哦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爱你哦。来，不好意思。你尝尝这个土豆，这个土豆超好吃。我觉得这样吃比较开心。有没有吃？我跟戴军几年的朋友20年了吧？ ，17年吧，好吗？有为过他哭过吗？没有，凭啥？这么多年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哭过？为了哥，我为他，我们俩看到对方笑都笑死了，每次都觉得好好笑呀。我跟戴军的友谊啊，叫自然不矫情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概括。我就讲一个真事啊，他妈给了他3万块钱啊，10万块钱，跟他说，这是你的嫁妆啊，你要花完了就没了啊。然后住办公室啊什么的，招工啊什么的，注册公司全部弄下来以后，拿3万块钱去买了辆车，那个车连车牌都没有，都是人家大家就组装起来的。然后他就在那开车，我就在旁边，那个车一直在哆嗦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跟我说他的宏伟蓝图，说将来我们这个，你看你现在这个车，未来鸟枪换炮，你怎么开那么好车，一拐弯，我说，亲爱的，你把那个方向盘拔下来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意思是拔出来自己再，拔出来还得给我讲他的宏伟蓝图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说，我说静姐，你这个方向盘啊，没事，知道这样的。回去看。你知道这两天他开车，我特别不习惯。他特怂，拿了本特多年不敢开车，一直坐我副驾驶。我特别是他，我开到一田野，什么开到田野？我开到田野里。我们为了挣一个货，我挣了一个，为了接了一个活，你知道吗？就挣那么点钱，就挣那么点钱，要半夜3更去配音，你知道吗？晚上10点钟，我北5环开，越开越荒凉。他也无所畏惧，你知道吗？开到了农田里面了，还往前开，开到田中央一看，四周围都是漆黑的，没东西了，他就说：“你下去问路。”我下去问路，我说我去哪问路啊？哎，一般男的都会说行，我去问问去。他不，他说我不去。我说你是男的吗？他说我不是。然后气得我们的对话就这4句话。他说你下车，我不下。你是男的吗？我不是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2个的友谊那么好？就是这个17年，我们就经历太多这样的故事。真太可爱了。有一年在那小西天儿，我永远那车灭火。什么小弟啊？长安街灭火，然后灭在长安街上面。但我那车你知道吗？你得下去推。推了以后呢，你不能停，你得跑着跳上车。他跟我说，他说，关键他那时候他先红的，很多人我当时还挺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下去推车，我说我不去，你下去推车，我说大家都认识我不下去。我跟你说，长安街不能停车，你赶紧给我下去。我赶紧下去推车，推起来以后，我说你等我一下，不能停，你赶紧跳上来。车还在开，我在后面追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后车门就叭跳进去。然后关键旁边那哥们儿特逗说：“哟，戴军在那刚要跑着。”追车，我们俩当时是很多这样的故事。你知道西单有一个地铁口，我们就无聊，你知道吗？坐在地铁口5、6点钟的时候，太阳落山了，看到地皮底下一茬一茬人从地铁口冒出来。我们俩坐在那里，超榜已经做2年了，节目挺红的。我们说看有没有人认识我们，一个都没有。啪啪啪，我们俩就指着地皮底下冒出来的人说，总有一天，从地下出来的每一个人都会认识我们，要来跟我们合照。我们2个就特别有这个，就是那个远大的想法。逗，真是有一哥们儿特逗过来说，加了一个公文包，说，哎，戴军，我说啊是，哎，李静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们在看流星雨啊！结果有一天，那人看个天，那人特傻，一直走了。就是说哦，流星雨，我们2个多无聊，就往前走了。我们2个有多无聊？你说？哎呦，笑死我了！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那么多主持人啊，他们大不了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这么一起走过来的经历。对啊，没有，你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我们太多了。你好爱听啊！我好爱听，我都听了，每一个都听了20遍。什么？你每个听你自己经历的好不好？对。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我觉得现在公司比以前大了，车也比以前好了，就是没有以前快乐。哎，泰国舞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讨价还价舞。
就是那个人说5块行不行？他说那3块呢？那4块好了。他呀特别可爱，他永远安慰我的方式都把我逗乐。4块吧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哎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看看他们在做瑜伽呢。下去，哎，这。哎，这是腿长的劣势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哎呀！再来一次，哥，再来一次。哥，你教一下他。哎，我好像在开只大闸蟹一样。金秋10月，大闸蟹的季节来临了。你来，你上来。来，王嘉尔，你要来。你别砸死我啊！来。哇，你高级60。然后往下推，把它拉回来。大姐腿太长了。大齐啊，有没有感觉上来了好多人？不是，他特别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你的脚趾一直在扎我的肉？我脚趾一直在。哎，这好都是喝醉班了，超模有蚊子呀，打呀打蚊子，咬，这是。我可以，并且那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儿子可单纯了，超单纯。这是你们朋友吗？垮了，接了。 Ladies first. Let's go. 就是这首歌，吓我一跳。失恋的时候就是这个首，给你听一下。哦，你可以大声一点。叫什么 Soldiers 吗 ？Stand。走了 ，Stand。你看，下雨，你听到吗 ？Did you hear the raindrops？ 走吧，走吧。是感觉回到5年前，对不对？家。对，你有没有听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啊，这里空间好大，我们可以跳舞。我要在后面跳舞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开车了。本来今天出门是后面一个不正常的、特别嗨的，现在后面是3个。本来姐也想嗨，但是她在开车。你可以跟这个节奏。但是人家不是很悲伤吗？我们怎么这么欢乐？哎，你们失恋的时候会干什么？就听歌，然后听这个，然后看窗户。对，他喜欢一个人晚上开车，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我很年轻那时候。那时候我们说分手就那种，要分手啊，就是那种，然后突然之间下1分钟 ，I'm sorry baby， you know what I mean？ 他好可爱。他也是。郑恺也这样吗？我不回答你。那就听这里吧。打伞吧，打伞吧，下的有点大。哇哦，哎，边下雨边火，边雨边火，还在聊伤心事，哇！啊，好美好啊！当时就。哇！你这个吃不了了，吃不了了。王嘉，这个给你吃，你尝尝看。哇！
哇哦，你平时都做什么，姐？我是做 fashion， 我是做 fashion blogger 的。也是因为这样了解了，就是认识了凯哥吗？我之前在 brand， 我在品牌，然后我们去米兰时装周，凯哥是艺人，然后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时候，大家就都会就是可能一起吃饭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就慢慢开始这样就开始联系上了吗？刚开始就是朋友就开始联系上了，然后后来就觉得不联系就不行。Oh my god！ 佳儿，我问你，你是出道就立刻大火吗？我没有火过。你现在就很火啊！我是这样的，我以前是一个击剑运动员。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击剑运动员？因为我爸也是一个击剑运动员，国家队的以前。然后呢，练击剑，然后08年的时候呢，有其他的公司来找过我，然后我那时候太小了，我爸就说，你知道中国的爸妈就会觉得，哎呦，要骗人的，你别去这拿你绑架，要切开你的肉什么卖掉。阿拉嘎嘎切他那个就不好呀，你知道这爸妈。对。然后10年的时候又来找我了，然后我就 audition 了，然后我就通过了。那个时候我是在准备那个伦敦奥运会。那时候大学呢，我也进了一个很好的美国的一个大学奖学金的学位。就对于爸妈的立场来说，自己的儿子就是，文武双全嘛。突然之间，我有一天跟爸妈说，我想去海外当歌手。10年的时候又来找我了，然后我就 audition 了，然后我就通过了。那个时候我是在准备那个伦敦奥运会。那时候大学呢，我也进了一个很好的美国的一个大学奖学金的学位。就对于爸妈的立场来说，自己的儿子就是，文武双全嘛。突然之间，我有一天跟爸妈说，我想去海外当歌手，然后他们就2个，开什么玩笑？神经病啊！突然之间，哎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是不是状态不好了？就以为我开玩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一定要做击剑呢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点新的东西？我不想我80岁的时候突然之间跟我孙子啊、外孙说，你爷爷当年什么，我不想后悔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对，就这样。我觉得运动员的就是这个经历，其实对人生帮助真的很大。运动员他训练的就是痛苦的，不是训练本身，而是你训练以外的一些东西。像那天我就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，就是他们问我你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然后之后我就说，当这么多年运动员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东西是分我能吃什么和不能吃什么，而不是我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。就是除了训练以外的这些东西是最让人痛苦的。是，运动员都是这样。那佳儿，你比如说你在做练习生的时候，不是有很多人一起嘛竞争？对啊，如果以前没有这么这个竞争的一个环境的话，我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做音乐，或者有这么多 idea， 也是逼出来的。我觉得，你的团队、你的队友的实力越棒，你的水准就提升得很快，就然后变成所有人都很强。那邱老师，你都没有竞争对手？没有，有很多。不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新的竞争对手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太渺小了，不会跟很强大的人是竞争对手。当然，到最后非常厉害的话，竞争对手是自己。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一个竞争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克服自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真的，就很多东西其实要自己给自己信心，自己下定决心。而且你自己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些什么，怎么可以拿得到，就所有的东西你要很清晰。对，因为你的路上肯定会有很多人在阻挠你。They're trying to pull you down。对。但我觉得是一定要自己的路怎么走，要什么要很清晰。对。我现在要去说再见了。啊，真的。佳儿，你直接走了？我走了，那么，哇，去坐飞机了，北京见，北京见，拜拜。阿杰，非常简单、非常自由的住在一起，每个人都非常开心、非常满足。慢点，小心。
拜拜。拜拜，见，联系。走了，见。你要是有空一定再来啊。好的，拜拜。